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简简单单的蒜蓉娃娃菜蒸粉丝，也能做成一道招牌菜。我的老乡就凭这一道娃娃菜蒸粉丝，一年之中买了2套房。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今天有时间，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这样做出来的娃娃菜清脆爽口，粉丝鲜香入味。如果平常你也喜欢吃，今天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，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颗比较小一点的娃娃菜，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再改下刀。首先把娃娃菜1分为2，然后再2分为4。娃娃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叶绿素，经常食用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不管是蒸着吃还是凉拌着吃，口感非常的爽脆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，往碗中加入1小把冷烤粉丝，然后再加入6到70度左右的温水，浸泡10分钟左右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加入凉水浸泡1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多一点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大蒜我们也要适量的多准备一些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小一些，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蒜末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切成小圈。小米椒可以搭配颜色和增加辣味，如果吃不了太辣的话，也可以用美元椒来替代。全部切成小圈之后，我们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辣椒末。全部剁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蒜末一起。接着准备2勺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蒜末和小米椒的香味。下面我们开始调味，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接着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，接着再加入少许的鸡精，然后再加入1勺蚝油提鲜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。有条件的我们再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，增加香味。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一道美味的蒜蓉酱就这样做好了。做蒜蓉花甲、蒜蓉金针菇都非常的美味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。现在的粉丝也浸泡好了，因为粉丝比较长，我们要用剪刀剪成小段，这里也不要太短，大约在10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剪好之后，控干水分放在碗中。接下来把调好的蒜蓉酱倒在粉丝里面，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多翻拌一会，使所有的粉丝都能够裹上蒜蓉酱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，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。充分的翻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锅开水，往锅中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接下来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把切好的娃娃菜放在锅中。我们要把娃娃菜提前焯下水，加入食盐是给娃娃菜入下底味食用油，使焯水过后的娃娃菜无变色。大约焯烫2分钟左右，控水捞出，摆在准备好的盘中，摆成自己喜欢的造型。接下来把拌好的粉丝放在娃娃菜中间，把剩下的料汁全部倒在里面。这我们再准备一个蒸锅，蒸锅上气，我们再把娃娃菜放在蒸锅里面，扣上锅盖，开大火，大约蒸5到6分钟左右。
我们蒸的时间不宜太长，如果时间太长的话，娃娃菜吃起来就不爽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！淡淡的蒜香味扑鼻而来，闻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接着准备食品夹，小心的把娃娃菜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。然后加入切好的葱花，点缀一下，同时增加香味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娃娃菜蒸粉丝，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总结一下，浸泡粉丝的时候千万不能用开水，一定要用温水，这样做出来的粉丝才清脆爽口。娃娃菜我们一定要焯下水，只要记住这2点，做出来比饭店的还要好吃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